妻子突然发现新买的房子上竟有一行文字，丈夫让儿子把上面的字读出来。절대포기하지말자。佑硕解释这是儿子出生那天自己刻上去的。原来7年前佑硕还是一名建筑工人，这间房子就是他亲手建造的。为了激励自己，他便在屋里刻下这句话。妻子生产这天，佑硕慌忙来到医院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精神点，他来到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。可丈母娘还是看出他一脸憔悴，她让佑硕不要担心，妻子住院的费用他已经交过了。看着刚出生的孩子，佑硕既开心又内疚，他决定改变如今窘迫的生活。此后，他便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法律，通过不懈的努力，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。为了让妻儿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佑硕借钱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。当时正值炒房热潮，凭借自己律师的身份，佑硕专门帮人们办理房产过户的手续。他逢人便递上自己的名片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潜在的客户。很快就有客户主动找上门，佑硕房产登记的业务也越做越大。每天回家，他都会给妻子带回一大袋钱。随着积蓄越来越多，佑硕和妻子商量，不如到市区买房吧，这样就不用再担心晚上睡觉有老鼠了。这天，佑硕提着水果来到一处楼房，房东疑惑自己并没有要卖房的打算。佑硕随即说明来意，他愿意花2500万买下女人的房子，而楼下的房子正在以2000万的价格出售，只要搬下去就能赚500万。面对这样的好事，女人欣然答应。而这间房正是佑硕当年自己盖的。很快，一家4口就搬了进来。如今房子上永不放弃的4个字依然清晰可见。这间房对佑硕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晚上，他们来到附近的一家餐馆，佑硕询问老板娘是否记得自己。原来当年他还是建筑工的时候，每天都会来这里吃饭，不是因为饭菜有多好吃，而是这家店的老板娘愿意让他赊账。这天，老板娘提醒他上个月的饭钱该结了。看着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，佑硕决定趁老板娘不注意的时候逃单。结果出门时刚好被老板娘的儿子发现，最终佑硕还是羞愧地跑了出去。他用手里的钱买了学习资料，自此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。在儿子的提醒下，老板娘终于认出了佑硕。曾经那个落魄的穷小子现在成了大律师，他为佑硕取得如今的成就感到高兴。佑硕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钱，想要感谢老板娘当年的恩情，可老板娘说什么也不肯收。她说谁都有困难的时候，让佑硕以后经常来店里吃饭。此后，佑硕每天都会带着助手来光顾，即使助手吃腻了想要逃跑，也会被他拦住拽进店里。这天，佑硕来参加律师行业的聚会，餐桌上同行们都在议论佑硕，说他不顾及律师的身份给人发名片，做的还是最低级的房产登记业务，简直是在给律师行业抹黑，言语中满是鄙夷和嘲笑。可他们不知道佑硕就坐在旁边。佑硕吃饱后不慌不忙地站起身，他给每个人发了名片，说自己就是刚才大家口中丢人的律师。虽然他在做没人看得上的房产登记业务，但是收入却很可观，比在座各位加起来赚的都要多。说完，佑硕便礼貌地告别离开。见房产登记这么赚钱，曾经那些看不起他的律师也都纷纷跟风做起了这个业务，这让佑硕的收入变得越来越少。就在佑硕为此感到烦恼的时候，刚好邻居来找他咨询税务方面的事情，佑硕很快就帮邻居解决了问题，这也让他发现了新的商机。佑硕决定转型做税务方面的业务，凭借高胜诉律事业依然蒸蒸日上。这天，佑硕和同学们来饭馆聚会，因为他是大家当中混得最好的，于是被众人簇拥着高谈阔论起来，同学们也都随声附和着。然而，一个当记者的同学却默不作声，他打开电视看起新闻，电视上正在报道激进的学生被捕的画面。同学忍不住斥责当权者滥用法律，逮捕这些为百姓发声的大学生。佑硕却认为是这些学生罪有应得，放着好好的书不读，非要搞什么示威游行。持不同意见的两人大打出手，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。事后，老板娘帮佑硕处理伤口，佑硕叮嘱老板娘的儿子要好好读书。小雨听了佑硕的话，说出了自己的观点。他认为石头再坚硬也是死物，而鸡蛋虽然脆弱，但迟早会孕育出鲜活的生命。以卵击石并非毫无意义。佑硕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。这天，佑硕像往常一样来餐馆吃饭，却发现门口挂着休息的字样，一连几天都是如此。邻居告诉他，老板娘的儿子失踪了。老板娘这些天一直在找儿子，至今仍然杳无音讯。几天后，佑硕在上班时遇到了老板娘，他拿出了一张庭审的通知书。原来小雨被抓进了看守所，他去探视却遭到拒绝。走投无路的他想起佑硕是名律师，于是便跪求他帮帮自己。佑硕虽然不知道小雨犯了什么罪，但是看守所禁止亲属会面是违法的。他带着老板娘来到看守所，佑硕搬出法律条文要求要见小雨。狱警见他态度强硬，只好安排他们见面。可此时的小雨却看起来很不对劲。直到看到母亲，他才回过神来。小雨哭着抱住母亲，后背上布满了被打的淤青。老板娘愤怒地和狱警扭打在一起。佑硕问小雨是怎么回事，小雨则机械地点着头。
随后冲进来的狱警将他们强行拉开。右硕经过打听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原来小雨和几个同学只是在一起看了几本书，就被认为是激进分子，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。第二天，右硕找到行业前辈，决定做小雨庭审的辩护人。前辈让他想清楚，事情一旦开始就不能回头，很有可能会赌上他的名誉和前途。可右硕却态度坚定， 절대 포기 안 합니다。然而开庭这天，法官却跟检察官勾结，他们只是想走个过场而已。右硕明白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。很快庭审开始，小雨和其他几名同学被押入会场。右硕见状，要求将他们的手铐打开。根据刑法第280条，在公判庭上不能拘束被告人。随后，小雨他们被解开绳索和手铐。检方指控学生们聚众阅读禁书，从事间谍活动，危害国家安全。右硕随即从箱子里拿出自己在书店买的书籍。所谓的禁书都是市面上随便就可以买到的，甚至有些书籍还是首尔大学推荐的。이 책들이 불온 서적이면은 대한민국 최고 대학이라 하는데도 불온 단체라 이 얘기입니까? 右硕还指出小雨身上有私刑留下的伤痕，认为检方有滥用私刑屈打成招的嫌疑。他的话让检察官哑口无言。庭审结束后，检察官愤怒地踢翻了垃圾桶。右硕再次来到看守所探望小雨，询问他记不记得是谁对他滥用私刑。此时的小雨被折磨怕了，想要放弃。他认为右硕是在以卵击石。 바위는 아무리 강해도 죽은 거고 계란은 아무리 약해도 산 거라고。 右硕鼓励小雨要振作起来，这句话正是之前小雨告诉他的。小雨告诉右硕自己被严刑逼供的大致地点。右硕开车一路寻找，终于找到了关押小雨的废弃大楼。他在屋里找到了施暴时的用具，小雨被打的画面瞬间浮现在眼前。他被人用铁棍殴打，接着头被按进水里。最终，小雨因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，这才写下了认罪书。二审时，右硕拿出自己搜集来的证据，说学生们的认罪书是被迫写下的。 还要求检方的施暴者出庭作证，学生们纷纷说出被行刑逼供的经历，家属们听闻也都心痛落泪。他们和施暴者扭打在一起，庭审现场瞬间乱作一团，法官只好被迫宣布休庭。他把检方和右硕叫到身边，让他们私下商量好刑期时间，下次开庭就直接宣判。可右硕却坚持要为学生们做无罪辩护。这时，台下的施暴者竟提出愿意出庭作证。很快，右硕帮间谍辩护的新闻就登上了报纸，不明真相的人们将他拦在法院门口，还朝他身上扔鸡蛋。 曾经的记者同学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他主动脱下衣服递给右硕。这一刻，右硕明白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这次开庭，家属们被拦在外面，里面坐满了检方找来的混混。右硕对眼前的一切毫不畏惧。法庭上，他对学生们的无罪据理力争，可施暴者却坚持说自己没有行刑逼供，那些伤是学生们自虐造成的。见右硕情绪过于激动，法官终止了庭审，并说2天后会终审判决。右硕回到律师所，看到一片狼藉。原来检方以偷税的名义将这里搜查了一遍。 甚至妻子也接到了陌生电话的恐吓，让右硕不要再碰这个案子。可想起法庭外老板娘无助的眼神，右硕还是决定要出席最终的审判。这天，右硕收到一份奇怪的外卖，对方约他在教堂见面。原来当初学生们被严刑逼供的时候，检方还找来一名军医替他们治疗。他从新闻上看到了这群大学生的报道，于是找到右硕，决定出庭作证，指认检方滥用私刑的行为。有了军医出庭作证，右硕可谓是胜券在握。为了防止检方耍赖，他找来前辈和记者同学，让他们在审判当天找一些外媒记者。最终的审判开始了，右硕提出要军医出庭作证，法官在外媒记者的压力下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军医说出了亲眼所见的严刑逼供，指认检方对学生们殴打、水刑等暴力行为。检方一时间无力反驳，右硕主张当庭对学生们做无罪判决。就在大家以为会迎来正义的宣判时，施暴者却偷偷把一张纸条交给检方。原来他们删除了军医的休假申请，把军医变成了一名逃兵。宪兵队正在门外等着要逮捕他，这就意味着右硕将失去最有力的证人，刚刚的证词也将全部作废。法官准备敲锤宣判，右硕上前想要阻止，却也无济于事。这时他才明白，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公平的审判。右硕被强行拖出了法庭，家属们也都为这不公的审判纷纷落泪。右硕再次来到饭馆，他为没能救出小雨感到惭愧。老板娘给他端来吃的，轻声安慰：“죄송합니다。”这时，助手带着同事和前辈来到这里，检方以他们不再上诉为条件，承诺2年后会让学生们假释出来，这或许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。几年后，右硕参加了示威游行，他挥舞拳头号召人们要团结起来。最终，他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检方逮捕。检方问他为什么要知法犯法，右硕回答：正是因为自己是法务人员，才应该在人们无法行使自己法律权益的时候，勇敢地站在最前面替他们发声。在他被审判这天，前辈和同事纷纷前来为他辩护。曾经嘲讽他的人也都站在了他的身后。整个釜山一共有142名律师，到场的就多达99名。
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，主人公的原型是韩国已故总统卢武铉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为了正义，他奋斗终生。我们一路奋战，不是为了改变世界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。